肯定见过这种人，话不多，穿着普通，朋友圈常年不更新，可你就是觉得他身上有一种说不清的气场。他不解释，不表演，也不凑热闹，但跟他待在一起，你会莫名觉得安心。而你身边一定也有另一种人，永远在说话，永远在刷存在感，永远在告诉你他今天见了谁，去了哪儿，拿到了什么资源。你跟他相处完，说不上哪里不对，但就是觉得累，心里空落落的。问题来了，为什么那个安静、简单、不爱表演的人，反而让你觉得更高级？为什么越是真正有分量的人，往往越不需要用复杂来证明自己？这不是玄学，也不是什么低调的修养，更不是一碗叫你做个简单人的心灵鸡汤。今天这篇文章，我想从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角度，把这件事彻底拆开来看。而且我可以提前告诉你，看完之后，你可能要重新理解你自己，甚至重新理解你过去所有的人际关系。如果你也好奇为什么越简单的人反而越高级，那今天的内容值得你认真读完。如果你喜欢这种深度剖析的内容，记得点赞并订阅这个频道。每次我都会陪你一起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懂人性，看懂自己。好，我们正式开始。先从一个你可能完全没想到的角度切入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我们的大脑天生就对复杂上瘾？神经科学里有一个概念，叫做多巴胺驱动的新奇搜索。简单来说，我们的大脑对新奇的、复杂的、变化多端的刺激天生就更敏感。因为在远古时代，这种敏感性帮助人类快速发现危险和机会。你听到草丛里有异响，你的多巴胺立刻飙升，注意力瞬间被拉过去，那可能是猎物，也可能是猛兽。换句话说，你的大脑是被进化设计成喜欢信息轰炸的。这就解释了一件事，为什么那些说话滔滔不绝、行为花哨、随时制造话题的人，在社交场合里往往更容易吸引注意力。他们在本能层面激活了你大脑的注意力系统。但是这里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，注意到一个人和觉得一个人有价值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。心理学家丹尼尔·卡尼曼在他的研究里区分了两种认知系统，系统一是快速的、直觉的、情绪化的，它负责第一印象，负责你被什么刺激吸引。系统二是缓慢的、理性的、深度的，它负责真正的判断和评估。那些用复杂和表演来吸引人的人，往往只能停留在系统一的层面。你会注意到他们，但你不会真正信任他们。而那些简单的人，那些言行一致，不需要过度解释自己的人，他们激活的是你的系统二，你需要花一点时间才能真正感受到他们的分量。但一旦你感受到了，那种印象是极其深刻、极其持久的。这就是为什么简单的人往往比你第一眼以为的要高级得多。我知道你可能在想，那我要故意少说话，故意变得冷漠，就能显得高级吗？当然不是，真正的简单根本不是不说话或者装高冷那么简单。让我们谈一个更深层的问题。什么叫做简单？很多人误解了这个词，他们以为简单就是肤浅，以为不复杂就是没深度，以为安静就是没什么可说的。但事实上，真正的简单恰恰是复杂之后的产物。这里有一个心理学里非常重要的概念，叫做认知整合。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者发现，一个人在某个领域的认知越成熟，他表达这个领域的语言就会越精简。就像一个真正的物理学家可以用一句话解释量子纠缠，而一个刚入门的学生需要讲半小时才能说清楚，而且还说不清楚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简单是认知高度整合之后的自然呈现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那些真正顶尖的人，他们说话往往特别直接，他们不绕弯子，不用大量修饰词，不需要用华丽的包装来掩盖内容的空洞，因为他们本身的内容就已经足够有力量。反过来，
当一个人需要用大量的复杂性来表达自己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恰恰是因为他自己还没有想清楚。这不是批判，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心理现象。心理学里有一个叫做知识的诅咒的研究，意思是当你对某件事了解得越深，你反而越难用简单的方式解释它，因为你的大脑里装了太多关联信息，你不知道从哪里删减。但真正的智慧是在这个阶段之后的。那些能够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表达的人，他们完成了一个别人看不见的认知跨越，把所有复杂都消化掉了，留下来的才是精华。所以你现在明白了吗？那个说话简单、行为简单的人，他的简单背后可能藏着你完全想象不到的深度，但这种深度往往不被人看见，甚至被误解。如果你曾经在某个社交场合里，大家都在热烈地讨论各种话题，你觉得自己好像插不上话，觉得自己说的东西太直白了，甚至有点不好意思开口。如果你有过这种感觉，我想告诉你一件事，那个时刻，你其实是被一种叫做社会比较的心理机制控制了。心理学家利昂·费斯廷格在1954年提出了社会比较理论，他发现人类有一种本能，会通过与他人比较来评估自己的能力和价值。这个机制在某些情况下是有用的，但在另一些情况下，它会让你用别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，从而产生不必要的自我否定。当你觉得自己太简单了的时候，你其实是在用一个你并不真正认同的标准来评判自己。那个标准是复杂等于有深度，热闹等于有价值，表演等于有能力。但这个标准是真的吗？我们来做一个思想实验。你去参加一个聚会，有一个人全程都在讲话，讲他去过的地方，讲他认识的人，讲他做过的事。你听了2个小时觉得很热闹，但回家之后，你记得他说了什么吗？然后有另一个人，他话不多，但他问了你几个问题，他真的在听你说话，他在某个细节上给了你一个很准确的回应。你们只聊了20分钟，但回家之后，你脑子里一直在想那段对话，哪一个人让你觉得更有价值？这就是简单的力量。真正的存在感不是靠音量制造的，不是靠信息密度堆砌的，而是靠真实的连接产生的。而真实的连接恰恰需要简单，需要你放下表演，放下防御，放下那些用来保护自己的复杂外壳，真实的出现在另一个人面前。说到这里，我们还没到最核心的部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有些人需要用复杂来武装自己？这里我们要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学领域，叫做防御机制。心理学家们发现，人类的很多外在行为其实都是内心状态的投射。当一个人内心感到不安全、不确定、害怕被看穿的时候，他会本能地建立各种复杂的外在系统来保护自己。这种复杂可以是什么？可以是永远在说话，因为沉默让他们感到焦虑；可以是不断展示自己的成就，因为他们需要外部的认可来确认自己的价值；可以是把事情搞得很复杂，因为复杂制造了一种专业感的假象；可以是永远在解释自己，因为害怕被误解，害怕别人对自己有负面的判断。这些行为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心理根源，叫做低自我效能感，或者更直白地说，内心的不安全感。而那些真正简单的人，他们不需要这些防御，因为他们有一种东西，心理学里叫做内在安全感。约翰·鲍尔比的依恋理论里提到，拥有安全性依恋的人，他们对自己的价值有一种稳定的内在认知，不需要通过外部的表演和认可来维持。他们可以在沉默里自在，可以在被误解的时候不急着解释，可以在没有掌声的时候依然做自己。那种内在安全感是真正的高级。你想想，这是多难得的一种状态。我们大多数人一生都在追求别人的认可，都在害怕被否定，都在用各种复杂的行为来管理别人对自己的看法。而那些简单的人，他们已经从这个游戏里退出来了，不是因为他们不在乎，
而是因为他们已经不需要了。这里我还想给你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研究。心理学家马克利里提出了一个叫做社会计量器理论的概念。他发现人类的自尊系统本质上是一个监测社会接受度的仪表盘。当我们感受到被接受、被认可的时候，自尊上升；当我们感受到被拒绝、被忽视的时候，自尊下降。这个系统是进化出来的，因为在原始社会，被群体接受意味着生存，被驱逐意味着死亡。但问题在于，这个系统如果过度活跃，就会让人陷入一种永无止境的表演状态。你的所有行为都在服务于让别人觉得我很好，而不是我真正想要什么。而那些简单的人，他们的社会计量器不是不工作，而是不再主导他们的行为。他们已经找到了一种更稳定的自我价值来源，来自内部而不是外部。心理学里有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理论，叫做自我决定论。研究者发现，当一个人的行为是由内在动机驱动，而不是由外部奖励和认可驱动的时候，他的心理健康水平、幸福感和创造力都会显著更高。那些简单的人，往往就是活在这种内在驱动里的人。他们做一件事是因为它本身有意义，而不是因为它能让别人觉得他厉害。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看起来那么自在，那么不费力，那么高级。现在我要带你进入一个更有趣的层面，简单和边界感的关系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那些简单的人往往都有非常清晰的边界，他们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，他们不会为了讨好别人而扭曲自己。他们说不的时候，不需要给出一大堆理由和解释，这背后有一个心理学原理，叫做价值观整合。当一个人对自己的价值观非常清晰的时候，他的决策系统就会变得极其简洁，因为大多数选择只需要对照自己的价值观，就能快速判断这符合我还是不符合我。反过来，当一个人的价值观是模糊的、混乱的，或者是完全由外部标准定义的时候，每一个决策都会变得极其复杂，因为他需要考虑很多人的看法，需要权衡很多外部因素，需要在各种相互矛盾的期待之间寻找平衡点。这就是为什么价值观清晰的人行为往往简单、直接，而价值观混乱的人行为往往复杂、难以预测。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卡罗尔·德维克在研究成长型思维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。那些真正有成长型思维的人，他们对自我的认知往往更简单、更稳定。他们不需要用成就来定义自己，不需要用复杂的身份标签来支撑自我认知，因为他们的自我感不依赖于外部的结果。这种稳定性就是简单的根基。但这里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区别。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做自我复杂性，它是指一个人对自我认知的维度多少。研究发现，一个人对自我的认知维度越多，他的心理韧性往往越强。因为当一个维度受到打击的时候，他还有其他维度来支撑自我价值感。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区别，内在的自我复杂性和外在的复杂性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。内在的自我复杂性是指你对自己有多维度的理解，你知道自己在不同情境下的不同面向，你对自己的优势和局限都有清醒的认知。而外在的复杂性往往恰恰是因为内在的自我认知不够清晰，你不知道自己是谁，所以你需要用各种外在的标签和表演来填充那个空洞。真正简单的人，他们的内在往往是极其丰富和复杂的。他们对自己有非常深刻的了解，他们知道自己的价值来自哪里，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，知道自己真正在乎什么。正是因为这种内在的清晰，他们的外在才能那么简单，因为他们不需要用外在的复杂来补偿内在的空洞。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悖论，内在越丰富，外在越简单；内在越空洞，外在越复杂。我想请你停下来想一想，你生活里的那些复杂，有多少是真正需要的？又有多少是你用来回避某些内在问题的？你有没有用忙碌来回避孤独？
有没有用复杂的社交来回避真实的自我审视？有没有用不断的新刺激来回避某种内心深处的空洞感？我不是在批判这些，我只是想说，当你开始诚实地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你就已经在走向简单了。而走向简单往往是最难的一条路，因为简单需要勇气，它需要你有勇气不解释自己，在被误解的时候保持沉默。它需要你有勇气说我不知道，而不是用复杂的话语来掩盖自己的不确定。它需要你有勇气拒绝，而不是为了维持复杂的关系网络而委屈自己。它需要你有勇气让自己看起来没那么有趣，而不是为了别人的关注而表演。这些都需要极大的内在力量。存在主义心理学家罗洛梅说过一句话，真正的勇气不是没有恐惧，而是在恐惧中依然选择真实。那些简单的人，他们每天都在做这个选择。我还要跟你谈一件事，关于简单和关系质量的关系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真正深度的关系往往发生在最简单的时刻，不是在那些精心设计的场合，不是在那些热闹的派对，而是在一个普通的下午，两个人坐在一起，没有表演，没有议程，只是真实地出现在彼此面前。心理学家布朗在他关于脆弱性的研究里发现，真正的连接是从脆弱开始的，而脆弱恰恰需要简单。你需要放下那些复杂的防御机制，允许自己被真实地看见。那些习惯于复杂的人，他们往往很难建立真正深度的关系，因为他们的复杂本身就是一种防御，它阻止了真实的连接。而那些简单的人，他们的简单就是一种邀请，邀请你也放下你的防御，邀请你也真实的出现。这就是为什么跟简单的人在一起，你会感到莫名的安心，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深度，而是因为他们给了你一个安全的空间，让你不需要表演，不需要维持，只需要做自己。这种安心感是有神经科学依据的。意大利神经科学家贾科·莫里佐拉蒂发现了镜像神经元，它的作用是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另一个人的内在状态。当你看到一个真实不设防的人的时候，你的镜像神经元会被激活，你会在神经层面感受到它的真实。这种真实会触发你的信任感和安全感。而当你面对一个高度表演化的人的时候，你的大脑会感知到那种不真实，你会隐约觉得不舒服。这就是为什么简单的人让你觉得安全，让你觉得可以信任，让你觉得高级，因为他们的真实在神经层面直接触达了你。我们再来谈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维度，简单和能量管理的关系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复杂是需要消耗能量的？心理学家罗伊·鲍麦斯特提出了一个叫做自我损耗的理论。他发现，自我控制、决策、社交表演，这些活动都会消耗同一种心理资源，而这种资源是有限的。当你花大量的能量在管理自己的形象，维持复杂的社交关系，表演各种不同的自我的时候，你能用于真正重要的事情的能量就所剩无几了。那些简单的人，他们不是没有能量，而是他们的能量分配极其高效。他们不需要花大量精力来维持一个复杂的外在形象，不需要记住自己在不同场合说过的不同版本的故事，不需要时刻管理别人对自己的看法。所以他们有更多的能量用于真正重要的事情，深度思考，创造真实的关系，内在的成长。这就是为什么简单的人往往做事更专注，更有效率，更能在真正重要的领域里做出深度的成果。而那些把大量能量花在复杂的外在表演上的人，他们看起来很忙，很丰富，但如果你仔细观察，你会发现他们很少有真正深度的产出，因为他们的能量都被表演消耗掉了。这里我想引用一个非常有名的案例。史蒂夫·乔布斯为什么每天穿同样的黑色高领衫？马克·扎克伯格为什么也总是穿同样的灰色 T 恤？他们给出的答案是一样的：减少不必要的决策，把认知资源
留给真正重要的事情。这不是懒惰，这是极其高级的能量管理。他们用行为上的简单换来了思维上的深度。你可能会说，我又不是乔布斯，我不需要创造什么改变世界的东西。但道理是一样的。你每天要在无数琐碎的小事上做选择，每做一次选择，你的心理能量就消耗1分。如果你在这些小事上消耗太多，你就没有足够的能量去思考那些真正重要的大问题。比如你真正想要什么，你的生活方向在哪里，你的关系质量如何。简单不是一种风格，而是一种战略，把能量集中在最重要的事情上的战略。现在我想跟你聊一个更深的层面，简单和自我认知的关系。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人，他做一件事，你问他为什么，他能给你讲出10个理由，每一个都听起来很有道理，但你就是觉得哪里不对，因为那些理由太完美了，太合理了，就像是在回答一道论述题。而另一种人，他做一件事，你问他为什么，他可能就给你一句话，那句话很直接，甚至有点粗糙，但你就是觉得那是他真正想要的。这两种人有什么区别？第一种人的自我认知是混乱的，他需要给自己找很多理由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，因为他不确定自己真正要什么。第二种人的自我认知是清晰的，他知道自己要什么，所以他的理由就很简单，因为我想这么做。真正简单的人，他们的外在行为是内在认知的直接映射，他们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，没有那么多的自我合理化，他们活得直接、透明，不内耗。这让我想起欧文·亚龙说过的一句话，他说，一个人的成熟，就是他越来越能接受事情就是他本身的样子，而不是他应该有的样子。当你接受事情就是它本身的样子，你就不需要用复杂的解读来美化它，不需要用复杂的表演来掩盖它，不需要用复杂的理由来解释它，你就直接面对它，然后做出你的选择。这就是简单。我想再讲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我认识一个人，是一家公司的创始人，他的公司不大，几十个人，但在行业里口碑极好。他不参加行业论坛，不混圈子，不在社交媒体上发言，他的朋友圈常年不更新。最后一条还是3年前公司年会的一张合影。有一次我跟他吃饭，我问他，你为什么不出去多讲讲你的经验？你的产品那么好，行业里很多人都想认识你。他笑了笑说，讲一次经验就要花2天时间准备，这2天我可以在公司解决3个实际的问题。我愿意把时间花在真正创造价值的事情上，而不是让别人觉得我创造了价值。这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。他不是不爱说话，他只是不愿意把能量花在展示上。他不是不合群，他只是对自己需要什么，不需要什么有非常清醒的判断。他的简单不是性格内向，而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。而这种选择让他成为了一个极其高效的人，公司离职率极低，团队氛围极好，因为他把所有能量都花在了真正重要的事情上。这就是简单的高级之处，它不是一种天赋，它是一种可以习得的能力。这种能力需要你不断地问自己一个问题，这件事是我真正想要的，还是我为了让别人觉得好而做的？当你开始诚实地回答这个问题，你就会发现，你生活里有大量的事情是可以删掉的。那些不必要的社交，不必要的解释，不必要的表演，不必要的焦虑，删掉它们，你不会失去什么，你只会得到更多的时间，更多的能量，更清晰的头脑，更真实的关系。现在，我想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，为什么越简单的人往往越高级？我们已经从很多角度拆解了这件事，从认知整合到内在安全感，从社会计量器到镜像神经元，从能量管理到自我认知，每一个角度都指向同一个结论：真正的简单是一种高度整合之后的状态。它不是天真，不是肤浅，不是没有深度，
它是经历了复杂之后选择了简单，它是认知整合之后的精简表达，是内在安全感建立之后的不需要表演，是价值观清晰之后的直接行动，是能量管理成熟之后的专注投入，是自我认知深化之后的真实呈现。这每一个层面都需要大量的内在工作，都需要时间和精力的积累，都需要一种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的深度努力。所以，当你看到一个简单的人，不要以为他没有深度，他的简单可能是他最深的深度。而那些用复杂来展示自己的人，也不要去批判他们，因为复杂往往是一个人在走向简单的路上必经的阶段。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，或者正在经历那个阶段。这里没有高下之分，只有不同的成长阶段。但我想给你一个邀请，如果你觉得自己现在的生活太复杂了，如果你觉得累了，如果你觉得那些复杂的表演和维持让你精疲力竭，也许这是一个信号，告诉你是时候开始往简单走了。不是让你变得无聊，不是让你停止成长，而是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：这些复杂有多少是真正属于我的？有多少是我为了别人而维持的？当你开始这样问自己的时候，你就已经在往那个更高级的简单靠近了。我想在结束之前给你讲一个小故事。有人问一位禅师，什么是开悟？禅师说，开悟之前砍柴挑水，开悟之后砍柴挑水。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句话，觉得这是废话。开悟前后都是一样的，那开悟有什么意义？但如果你真的理解了今天我们所谈的这些，你会明白这句话的深意。外在的行为是一样的，但内在的状态完全不同了。开悟之前的砍柴挑水是被迫的，沉重的，是在无数复杂的念头和情绪里进行的。开悟之后的砍柴挑水是自由的，轻盈的，是完全活在当下的。同样是简单的日常，一个是负担，一个是解脱。真正的简单就是这种解脱，不是因为你的生活变得贫乏了，而是因为你不再需要用复杂来证明自己了。你已经知道你本身就足够了。这是今天我想留给你的最后一句话，你不需要更复杂才能更有价值，你只需要更真实就已经足够高级。如果今天的内容让你有任何一个瞬间停下来想了想自己，那这篇文字就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。我们每个人都在走向简单的路上，有人走得快一点，有人走得慢一点，但只要你开始走，你就已经在那条路上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。我想在评论区听听你的故事。在你的生活里，你见过哪些真正简单而高级的人？他们身上最让你印象深刻的是什么？你又在哪一刻决定开始让自己变得更简单一些？在评论区告诉我吧，我会认真看每一条留言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记得点赞并订阅这个频道。下次我们继续从心理学看人性，看透自己。我们下次见。